黑手党一词原指西西里岛的帮派 Cosa Nostra， 后来黑手党被泛指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国际犯罪集团。其实，单是意大利南部就有3个不同的庞大黑帮组织。黑手党最早发源于西西里岛的中心区域，由于先天的气候因素，这里的内陆水源缺乏，而后天的国际形势又使西西里人民饱受战乱侵略之苦，艰难的生存环境为黑手党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意大利西西里曾经有句名言：西西里有3个政府，罗马政府、地方政府和黑手党，而对黑手党必须绝对臣从，否则就是死亡。据说在13世纪时，西西里岛以巴勒莫、特拉帕尼和阿格里真托为端点的三角地区就已经出现黑手党活动。当时，西西里岛被法国金雀花王朝征服，法国驻军经常在当地胡作非为。一开始，西西里人选择忍气吞声，直到1282年3月30日的复活节，西西里岛巴勒莫圣神大教堂门外，一个法国士兵竟然当着虔诚祈祷的西西里群众面前侮辱了一个少女。愤怒的人群将行恶的法国人群殴致死。晚岛事件后，不满法国人残暴统治的西西里人在民间自发组织武装势力进行反抗，并以法国人的死亡、意大利人的事业为口号。Mafia 一词正是取自该口号的首字母。这场起义最后变成了对当地法籍普通居民的无差别杀戮，在6个星期里，西西里岛上数以千计的法籍居民被杀害。还有一种说法是，黑手党的英文 Mafia 源自阿拉伯语，意思是指逃难。这个名词被指代在西西里岛居住的中年男子的松散组合。当时的西西里岛被突厥人及诺曼人占领，当地人组织起来保护家人免受侵略者的骚扰。最初的黑手党一词是反抗组织的代称，这些人除了对抗外来者的侵略，还自发团结起来，组成互助会，向地主施压，为贫农谋利，因此深受百姓爱戴。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黑手党开始借保护地方之名行剥削人民之实。他们集结流氓、罪犯为领主、地方豪绅充当打手。西西里岛是最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湿润多雨，夏季光照强烈。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之下，西西里岛的物产丰富，农业十分发达。因此，自古以来，西西里岛被视为意大利大陆的粮仓。黑手党通过夺取土地、勒索农户进行原始积累。早期的黑手党老板们在他们的地盘上设立了水税，只有缴纳了水税的农民才能在种植的季节里用到灌溉的水，如果不交水税，庄稼只能旱死。那些抱着侥幸心理在深夜中去水库偷水的农民，毫无例外地暴尸荒野。除此之外，如果牧人没有向黑手党交纳保护费，那么牛羊会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被毒死。搞种植的人如果没有交保护费，那么他们的作物会被烧成灰烬。19世纪初，随着意大利农奴制的废除，意大利黑手党开始通过恐怖手段从领主手上购买承租权。他们会在收获的季节，趁着夜色将领主的葡萄园砍得七零八落。如果受害者报警，黑手党就会将一条被割去4肢的母驴尸体丢弃在离住宅不远的地方。为了保住性命，受害者只能与黑手党签订对半分成土地收益的合同。当时的意大利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北意大利的资本逐渐向南辐射，这为南方带来了土地兼并和失地人口的佃农化。西西里岛上的农民为北方商人的商品买单，进而参与贷款，最终只能抵押田地还债，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北方人的佃户。当意大利著名爱国志士加利波第征服西西里后，西西里岛成为意大利治下的西西里大区。西西里当地的豪绅家族们对这些来自北部的新统治者长期心怀芥蒂，所以成立了许多家族自卫民团，打出了黑手党的名号，对抗意大利中央政府的号令。见此情形，意大利政府决心增强对西西里地区的控制，开始取缔这些组织。这些大家族的民团自卫组织于是转入了地下。1860年意大利统一后，商人们购买了教会的土地，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农民生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既不能做佃户混口饭吃，又没有一技之长以融入城市化的平民，这正是犯罪滋生的温床。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受损失，新兴地主、转租者们开始雇佣私人武装对抗农民，美其名曰维护治安，实则是镇压农民。而这些职业化的保镖就成为了黑手党的前身。
因意大利中央政府难以触及到南方，事实上默许了黑手党的存在。西西里黑手党真正做大与英国皇家海军有关。从1875年，英国皇家海军开始让船员服用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一种佛手柑的油则拿来给伯爵茶调味。这两种习惯让西西里的柠檬与柑橘生产与出口达到顶峰。到了1876年，每公顷的柑橘水果的利润是西西里岛其他农作物的60倍。于是，黑手党开始大肆敲诈佃农，收取了巨额保护费。靠着柑橘和柠檬，黑手党正式崛起。19世纪中期后，黑手党开始扩展自身经济实力，他们直接经营酿酒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参与运输业竞争，俨然是西西里岛上最有影响力的角色。随着意大利政府机构的完善，西西里的黑手党们渐渐开始不在公共场合使用暴力，转而通过贿赂等手段争取得官方人士的私人支持。他们甚至一改过去强迫农民为非作歹的恶人形象，发挥起对基层的掌握力来垄断选票，操纵地方选举。黑手党除了行动上开始低调以外，由于现实的需要，其组织也从原来的松散利益联盟转变为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犯罪组织。在西西里的一个城市内，往往会存在多个黑手党家族，有的垄断面粉加工，有的负责出租马车，还有的管理肉市。如果这些家族私交甚好，便可以组成帮派，扩大对地区的影响力。但在很多时候，侵略兼并才是黑手党之间的主流。他们一方面以合法身份光明正大出入市议会，另一方面却以暗杀和暴力维护其绝对权威。地方治安和法律部门对黑手党的干预消极到令人发指。巴盖利亚的萨尔瓦多·达米科在主动检举黑手党犯罪行为后，家人遭到报复。他知道自己也在劫难逃，便主动找到当地法官说：“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要干掉我，而我无处可逃。不管是你还是意大利警察保护我，都无济于事。”果然，11天后，达米科就被猎枪打死。到了19世纪末，黑手党正式开始了向海外扩张。据统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各大城市涌入了大量意大利南部移民。仅纽约在1900年时就已聚集起20万意大利人。当时那些来到美国打拼的意大利新移民们，经常会收到来自同胞的勒索信。这类信件一开始都是匿名信。报道此事的美国记者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效果，借用了当时西班牙警察以黑色手印标记反政府团体的做法，编造出勒索信以黑色手印结尾的假消息。最终，黑手之名不胫而走。美国各大意大利社区的勒索犯罪者干脆就专门在信结尾处画上黑手图案，或者是子弹、骷髅、墓碑等标识。1909年，纽约市著名的意大利裔警官约瑟夫·彼得罗西诺在前往西西里调查黑帮的窝点时，被当地的黑帮首领维托·卡西奥·费尔罗枪杀。这是美国警察第一次在海外殉职的案件，在当时轰动全球。创刊于同一年的清末著名刊物《小说时报》第1期就翻译转载了相关报道。在叙述涉案的意大利黑帮时，《小说时报》也和其他欧美媒体一样说，因为组织成员每次作案后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个用蜡纸印出来的黑手向警方示威，因此该组织被称为黑手党。黑手本来和黑手党是两回事，甚至不少意大利移民在收到黑手勒索信后会向黑手党求助。但在美国政府和媒体眼里，二者没有区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个翻译名不是很贴切，但涉及的这个谋杀案主角维托·卡西奥·费尔罗却是将黑手党文化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他是意大利黑手党历史上最具名望的人物之一。近100年来，许多人都相信是他把黑手党的火种播撒到了美国。直到今天，一些人仍对他怀有敬畏之情。维托于1862年出生于西西里乡下。维托出生后，他的父亲不甘于贫穷，他父亲想方设法投靠了当地的二领主男爵安东尼·英格莱斯家族。英格莱斯是当地恶名昭彰的大地主与敲诈者，是早期黑手党的代表人物。1883年，由于他父亲的裙带关系，20岁出头的维托就经历了歃血仪式，成为了英格莱斯黑手党家族的入盟成员。短短数年，维托成为了年轻黑手党人中的佼佼者。也许是出身原因，1893年，维托加入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政治团体——西西里工人联盟。
1894年1月，西西里工人联盟遭到时任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的镇压。作为西西里工人联盟的领导者之一，维托逃亡突尼斯1年。在罗马政府向突尼斯巴勒莫政府施压后，维托被追捕归案。1896年年末，他被释放。这段经历使维托名声大噪，越来越多的人投奔到他的门下。一时间，维托的势力膨胀，为他打开了与上层人物交往的大门。维托与政商人物交往，使得维托学习了优雅的谈吐方式，他开始变得细声慢语，举止具有哲学家的气质。这时，年轻的维托处在了西西里黑手党的中层位置。此时，维托抛弃了初入江湖时一味靠恐吓和暴力来获取利益手段，他对商人们提供保护，换取商人对他的信任。更多的商人开始向这个可以信赖的保护神示好。1898年，维托策划绑架了19岁的男爵夫人克罗琳达。同年6月，他因为这个案件被判处3年徒刑。维托并没有等待服刑，他躲过了警方的监视，随着货船偷渡到了美国。1901年，他到达纽约市，投靠他在103大街开商店的姐姐。他以水果进口商的身份生活在美国。维托在美国改良了黑手党的犯罪准则，他强调慎用暴力，和气生财。后来，马里奥·普索创作《教父》中的老教父维托·克里昂时引入了维托的这一特点。这不能掩盖维托残忍的本性。他在美国开创了黑手党独有的木桶谋杀，即将人杀死后塞进木桶里。档案上所记载，维托在美国至少杀过1个人。在警方带走他之前，他逃往到了意大利人聚居的西奥尔良。1902年，维托在新泽西北部的哈肯萨克因造假钞被警方抓获。维托施展了善于辩论的能力，并在手下的承担罪行之下逃避了审判。同时，他派遣他在西西里的门生潜入美国，加强两地黑手党人的联系，并建立了一个跨大洋的犯罪网络。1903年，他重返纽约，在哈姆莱区与莫雷洛兄弟组建了更大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延续至今。维托将在西西里经营黑手党的经验带到美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很多人将维托称为美国的黑手党火种播撒者。维托曾经这样说过：必须要在不打破瓶子的情况下取走黄油，不要把人搞到艰难的境地，要保护他们，而且要做得像帮助他们一样，使他们生意兴隆。这样下来，他们不仅愿意付给你钱，还会对你心生好感，尊敬你，去吻你的手。1904年，因为涉嫌谋杀案，维托申请美国的居住权被驳回。纽约警署的警探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负责抓捕他。追捕到西奥尔良时，维托已经回到了西西里。回到西西里岛后，维托成为男爵因格莱斯的副手。这时，人们开始称维托为阁下。1909年，纽约警探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追查到了西西里岛。这个警探来到西西里岛的目的，一是调查几年前的谋杀案，二是收集移居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分子的情报证据，以便于将其驱逐出境。这个西西里移民的后裔比其他美国警探更了解这片土地，他赶赴西西里调查事件的消息，使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出行之前，《纽约时报》在头版显眼的位置把问题引到移民方向，称彼得罗西诺收集回来的情报一定会对犯罪组织造成打击，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移民将会失去自由或者被驱逐出境。纽约方面的报道一出，意大利媒体随之跟进，这引起了维托的警觉。1909年3月12日夜晚，彼得罗西诺在马里纳广场上散步时，2个躲避在他身后的枪手突然向他连开数枪。与此同时，第3位枪手出现了。有人称开出致命一枪的就是维托本人，还有一个版本称，当晚维托正与一位西西里议员用餐，期间维托暂时告退，乘车前往广场杀掉了彼得罗西诺，之后返回继续用餐。彼得罗西诺死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维托是凶手，但后来听证会上与维托一同用餐的议员表示，维托从未离开过宴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托本人并没有出现在广场上。彼得罗西诺谋杀案引起美国和意大利的震惊，意大利巴勒莫的司法部门为此展开了调查。当警方寻找证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结果。有的说我没看到凶手，还有的说枪响的一刻，我正在低头整理行李。就连负责调查的警探都表示凶手逃跑得太快。尽管维托作为嫌犯出席了听证会，
但是3位身份尊贵的政界人士表示，维托谋杀嫌疑是无稽之谈。维托因这起谋杀案声名大噪，整个意大利都对他心生敬畏。即便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于维托的名字也如雷贯耳。1913年，意大利宣布法案修改之后，维托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使得与他交好的议员成为巴勒莫市议会的代理人。这是自19世纪末以来，黑手党渗透进政府最为代表性的一次。在维托的统治之下，巴勒莫地区保持着和平，以往混乱的状况成为历史。就在维托达到人生巅峰时，他的克星也出现了，他就是墨索里尼。一战后的意大利全国混乱，经济崩溃。1920年又爆发了100万农民和退伍军人的战地斗争。墨索里尼抓住时机，在1922年10月指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在法西斯统治的初期，黑手党与墨索里尼积极合作，支持其对农民起义和退伍军人暴动的镇压，甚至不少中高层黑手党徒还有着法西斯党徒的身份。但随着法西斯统治的巩固，黑手党的存在有违墨索里尼打造强力政府的蓝图。墨索里尼在西西里推进的水坝项目遭到维托的黑手党围攻和破坏，因为黑手党担心，如果水坝修建成功，农民就不会买他们的高价水了。在1921年决定法西斯上台的关键选举中，维托控制的西西里拒绝向意大利议会输送任何支持法西斯的议员。更让墨索里尼愤怒的是，当他在1923年巡视西西里时，竟然遭到维托的羞辱。维托先是在墨索里尼演讲时故意怠慢，还指使人偷走墨索里尼的帽子，让墨索里尼被当众耻笑。之后，维托还联手当地的官员抵制墨索里尼的政令，连晚宴都故意不来。他还指使几百个乞丐骚扰墨索里尼一行。恼羞成怒的墨索里尼下决心要剿灭黑手党。他指派自己的心腹前内阁部长切雷萨·莫里前往西西里主政。莫里一到西西里就发现西西里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黑手党腐蚀了，于是莫里直接从罗马调集法西斯党控制的黑山军。接着，莫里对黑手党大开杀戒，只要确定是黑手党成员，直接死刑和流放。维托没有坐以待毙，他组织游击战，黑手党和法西斯黑山军展开了殊死较量。莫里本人遭到了20多次的刺杀，但都侥幸躲过。恼羞成怒的莫里直接调集意大利正规军，并动用重武器绞杀黑手党，许多死硬的黑手党成员直接被酷刑折磨致死，连上法庭接受审判的机会都没有。在清剿黑手党的战役中，铁腕将军莫里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能够给维托定罪，于是乎以莫须有的走私罪名将维托判处无期徒刑。在法庭上，维托称，或许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你们找不到任何证据，你们只能以这样的罪名给我定罪。但抱歉的是，这项罪名是我这一生唯一没有犯过的。1927年，面对严峻的形势，维托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担任传教士的约瑟夫·马兰扎诺派去美国，统一在美国的黑手党，以望东山再起。与此同时，大量的黑手党人逃出意大利，涌向美国和加拿大。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墨索里尼政府将维托的照片和宣判结果印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张贴。相传，维托在离世前在墙上写下：“监狱、疾病对于我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一个男子汉的内心。”然而，历史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最开始，人们认为维托于1932年离世，但是后来证明这并不可靠。至今为止，最为可靠的说法是，1943年在盟军解放意大利前夕，维托被转到另一个监狱，期间他因病去世。法西斯政府让意大利本土黑手党几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没想到的是，美国对德日宣战后，纳粹间谍开始渗透美国吞吐量最大的纽约港。当时控制着大量码头的就是意大利黑手党。为了保证码头的安全，美国政府想到了和黑手党合作。当时纽约黑手党的头目叫幸运者卢西亚诺，他正在狱中服刑。美国情报机构找到他之后，在卢西亚诺的授意下，昔日默默无闻的码头工人，转眼间变成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的耳目，并成功抓获了一些纳粹间谍。1943年初，盟军决定调动驻扎在北非的部队，进攻西西里岛。卢西亚诺是西西里人，他向美国军方表示，全体黑手党成员会积极支持美国，
美国政府于是决定利用黑手党对西西里进行渗透，为登陆做铺垫。昔日的那些为非作歹，甚至欠下命案的黑手党暴徒得到了军事训练，他们在美军的帮助下秘密潜回西西里，和当地反法西斯游击队配合，在西西里的意大利军中进行渗透破坏。二战结束后，鉴于黑手党残部在战争期间对盟军的支持，在盟军占领时期，大批黑手党人担任占领区的政府官员，黑手党因此迅速在意大利死灰复燃。这些黑手党分子在美军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不仅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还乘此机会大量兼并了不少土地，拿来种植毒品，同时控制了当地的建筑市场和走私活动，并影响至今。除了混迹于政坛外，黑手党更加注重发展国际业务。他们走私毒品、贩运军火、伪造货币、放高利贷，并把非法所得投到自己经营的合法企业中去，又用合法赚得的资金从事更大的走私毒品等犯罪活动。当时，欧洲的贩毒转运中心就在西西里。20世纪50年代后，复活的黑手党反过来又全面渗透美国。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成为破坏美国国内秩序的主要犯罪团体，让美国政府头疼不已。现存的黑手党家族中，以光荣会最为棘手。他们在1960年代开始发迹，靠着绑票企业家家属赚钱。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黑手党伯纳诺家族的内战，引起美国公愤。一时间，媒体充斥着对黑手党的谩骂和侮辱，对黑手党的恶劣印象波及到美籍意大利人。为了挽回面子，克隆伯控制的派拉蒙制片公司于1971年推出以卡罗·甘比诺为原型的电影《教父》。这部经典彻底改变了千百万美国民众的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黑手党树立为正义的化身。这种美化暴徒的宣传手法，让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米歇尔火冒三丈。他称克隆伯这个杂种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1966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亨特经过半年追踪，在星球饭店将正在开会的电影教父原型甘比诺和其他12人捉获。尽管甘地诺对警方的突袭感到奇怪，但他没有反抗，只是语气平静地要求保释。当获知保释金为每人10万美元后，不到1小时，130万美元的现金就摆在检察官桌上。甘比诺等人则回到星球饭店继续开会。对检察官的反击从第二天开始，先是纽约公民自由联合会指责警方漠视人权，并暗示正在谋求连任的检察官亨特企图利用审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舆论变得对检察官很不利。随后法院又宣判甘比诺等人无罪。半年后，检察官亨特竞选连任失败，从此亨特终其一生再未担任过公职。与前辈不同，甘比诺深谙政治和法律，他是唯一使执法机关束手无策的教父。除了无处不在的影响和令人炫目的财富外，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做过些什么。随着电影《教父》的成功，在纽约长岛举行的一次婚礼上，新婚夫妇跪在甘比诺面前吻他的手。当主人举杯祝贺甘比诺身体健康时，全场合唱《教父》的主题歌。就在1971年，克隆伯成立了拥有150万会员的保卫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权利同盟，并在纽约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迫使司法部长米歇尔下令禁止公开使用黑手党一词，因为美籍意大利人认为这是一种种族歧视。从1970年7月开始，人们在提到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时，最多只能说一个黑字。然而，克隆伯也付出了代价，1年后他被枪杀。有传言说是不喜欢同聊出风头的甘比诺策划的暗杀，也有传言说是联邦调查局派人干的。只有极具外交天才的教父才能享受死在床上的奢侈，甘比诺就是这样的天才。1976年，甘比诺因心脏病发作离世，全球100多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国王般的葬礼。黑手党内的所有精英都出席了在圣玛丽教堂举行的安魂弥撒。悼词中的甘比诺被描述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优秀公民。据70年代末意大利和美国警方调查，欧洲60%的毒品运输和世界1/3的毒品走私是由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控制的。随着世界各国打击犯罪的力度的加大，毒品交易这种高利润但高风险犯罪生意日益难做。作为非洲、亚洲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海上桥梁，
西西里岛在2015年和2016年接纳了40万难民。从北非前往意大利的难民通常要预先支付3000至6000美元，因此由100名难民组成的一艘船至少可以为走私者产生30万美元的净收益。随着意大利政府在西西里岛建立多个难民营，黑手党借着庞大的人脉网络贿赂政府官员，获得了管理难民住宿的合同。另外，黑手党还会威逼利诱强迫官员向他们开的公司招标。在西西里科里昂的山上，有座酒店改造的难民营，居住着63名来自冈比亚、尼日利亚等地的难民。他们每日最为发愁的是如何能够喝到足够的水。住在营地的一位难民说，这里的水龙头每天只开2次，每次30分钟，饮用水每2天只给我们发1升。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无力逃走的难民不得不想方设法自己寻找应对方式，比如从已经被克扣掉的补贴中专门省出一定数量的钱用来买水。从尼日利亚前往西西里的难民船只上就有前尼日利亚犯罪团伙的成员。根据巴勒莫地区检察官的调查，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的巴拉罗市场历来是黑手党据点，近几年出现了尼日利亚难民代为卖货的情况。根据巴勒莫检察官的说法，科萨诺斯特拉与尼日利亚犯罪帮派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前者控制后者。如果这些人试图反抗科萨诺斯特拉，可能最终会被杀害。由于整个违法活动的过程受黑手党保护，他们还要给黑手党交保护费。尼日利亚黑手党在营地内甚至有了总部。巴勒莫警方公布，如今当地妓女中有90%来自尼日利亚。事实上，色情活动是黑手党不愿亲自插手的，因为根据黑手党内部条例，卖淫被认为有损荣誉，所以这些勾当就全权交给尼日利亚帮派代理。2025年2月11日，意大利警方在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逮捕了181名疑似黑手党成员。